他在女孩的耳垂。下来后，两人还是坐在一起开始商量对策。玛丽原本就是一名反社会的激进分子，想出来的办法自然也很极端。她怂恿阿杰去绑架工厂厂长的女儿，向对方索要2000万的赎金。这点小钱对于厂长来说根本不值一提，所以对方肯定会拿钱来赎人。난 되레 정들까 걱정이다. 집에 안 간다고 떼쓸까 봐. 맨날 언니 오빠들이랑 놀기만 하는데 얼마나 신나. 그 지겨운 학교 안 가도 되고. 阿杰一听也觉得是个好办法，于是隔天两人就来到厂长家附近蹲点。然而一个男人的出现却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这天厂长约另外一个开工厂的吴总，他们一起带着家人驾车出去春游。突然车子好像撞到了人，几人赶紧下车查看，躺在车底下的人是吴老板厂里被裁掉的员工。他上有老下有小，没了工作根本无法养活家庭，所以他才出此下策拦住吴总的车。他苦苦哀求吴总能让自己复职，可现在金融危机闹得厉害，所有工厂的情况都是如此，所以吴总对此也有心无力。本想好好跟他商量，可男人此刻却做出了极端的事情。他用刀子在肚子上狠狠地划了几道口子，鲜血瞬间染透了衣服。这一幕让吴总更加无奈，要是每个工人都像他这样来闹事，自己的工厂干脆关了算球。看着差点闹出人命的场面，阿杰也打起了退堂鼓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他觉得现在绑架厂长的女儿根本行不通，因为他刚刚被厂长辞退。警方如果调查，那么自己肯定就是首号嫌疑人，到时候钱没搞到，自己反倒先进了监狱，那姐姐接下来将会一个人在家等死。然而这种担心根本就难不到足智多谋的玛丽，既然横竖都是绑架，那不如换个目标，可以对同样开工厂的吴总女儿下手，反正他们都是不在乎这点赎金的有钱人，这样还能帮阿杰完美的避开嫌疑。很快玛丽就利用一次跳绳的机会，将女孩诱骗到了阿杰的家里。阿杰不敢把真相告诉姐姐，只能谎称是厂里的工友临时有事，因此托他帮忙照看女儿一段时间。为了尽快完成索要赎金的计划，阿杰故意把女孩给弄哭，然后用相机拍下女孩可怜的照片，接着他用一条项链换走女孩手中的洋娃娃，将照片和娃娃一并寄给了吴总。
吴总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他生怕女儿受到一丁点的伤害，于是他没有选择报警，毕竟这点钱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问题。当务之急还是得把女儿给安然无恙的救出来。而与此同时，被绑架的女孩在这几天其实过得很快乐，善良的姐姐对女孩喜欢至极，将她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而女孩从小就生活在单亲家庭，在大姐姐这里，让她感受到了一直渴望的母爱。很快到了约定交易的这天，吴总根据对方发来的短信赶到了指定地点，在一处偏僻的山坡上，他放下赎金后便离开了。阿杰顺利地将钱带回了家，现在终于有钱给姐姐做手术了，他开心不已，激动的同时还忍不住亲了一下女孩。阿杰准备晚上就悄悄地将女孩安全地送回家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女孩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，没想到竟是姐姐留给阿杰的一封遗书。阿杰这下慌了神，连滚带爬地起身去寻找姐姐，结果不敢想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姐姐在浴室里割腕自杀了。原来就在阿杰出去交易时，姐姐无意中看到了那份工厂的遣散协议，她这才知道阿杰早就被工厂辞退了。加上阿杰最近的反常和女孩的突然出现，姐姐已经猜到是阿杰绑架了这个女孩。为了让自己的弟弟不再继续错下去，她选择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此刻阿杰陷入了崩溃和无尽的自责，他连夜开车将姐姐带回老家，女孩也执意要跟着一起过去。他哭得泣不成声，已经和姐姐有了难舍难分的感情。阿杰将姐姐背到儿时经常玩耍的河边，用石块将姐姐的遗体一点一点的埋葬。经过一晚上的舟车劳顿，女孩已经累得在车里酣然大睡。就在这时，一根树枝伸了过来，看样子是想偷走女孩的项链。原来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一个傻子，女孩害怕极了，将傻子赶走后，她紧忙下车去寻求阿杰的保护。然而木头搭建的小桥并不牢固，女孩不幸失足掉进了河里。她拼命地向岸上的阿杰呼喊救命，但可怜阿杰是个聋哑人，根本听不到半点声音。当他在细致地安葬姐姐的生命时，另一条无辜的生命也在悄悄流逝。等阿杰彻底安葬好姐姐后，女孩也彻底没了挣扎。他始终没有想过要伤害这个女孩，可因为自己的过失，让他又背上了一条生命。他愤怒地狂躁，但他发不出声音。看着女孩的尸体飘在河中央，阿杰却愣在原地，不敢上前去捞，因为他知道这条河水很深，能没过头顶。可这时那个傻子再次出现，朝着女孩的尸体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。他用嘴叼走了阿杰送给女孩的项链。阿伟这才明白，原来当年是因为自己太小，所以河水才能没过头顶。阿杰将女孩抱起，慢慢放在了岸边。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计划。当吴总见到女儿那一刻，心都碎了。妻子和他离婚，女儿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。解剖室里，他眼睁睁地看着女儿的尸体被划开。对于一个父亲来说，那一刻他的心都死了。但让他想不通的是，自己明明已经乖乖地交了赎金，可为何对方还要伤害女儿的性命？警方让他回想有没有仇家，或者最近得罪过什么人。看着手上的伤疤，他瞬间想起了那天找自己闹事的那名工人。很快他带着刑警队长来到工人家进行调查，可刚进门，眼前的场景就让俩人震惊到，工人竟然带着一家4口服毒自杀了。老吴呆呆地望着眼前的惨况，没想到自己的一个举动竟然害了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好在其中的男孩还留有一丝气息，他和队长急忙把孩子送去了医院。当医生询问谁是孩子的监护人时，老吴毫不犹豫地应了下来。或许他希望通过救活这个孩子来减轻自己的愧疚吧。老吴再次来到女儿溺亡的河边，无助地拿起石头往河里扔，结果抓着石头缝里竟冒出一只玉手，这正是阿杰姐姐的尸体。就在这时，那个傻子又冒了出来。老吴似乎注意到了什么，一把薅下他脖子上的项链，在和之前绑匪寄过来的女儿照片对比后，发现这正是女儿脖子上多出的那条项链。他猜测傻子一定和女儿的死有关。他来到收养傻子的福利院，果然在这里找到了线索。傻子平时就喜欢在河边画画，他恰巧将当天的场景全部画了下来。老吴心里马上有了自己的判断，害死女儿的凶手肯定就是画里那个绿头发的男人。众所周知，韩国没有死刑，所以老吴并没有将这些线索提供给警方。他决定亲手去为女儿复仇，势必要让凶手为此偿命。而另一边的阿杰将女孩和姐姐的死都归咎在贩卖器官的那帮人头上，所以他现在也要展开一场复仇。他让女友玛丽假装